如果你是因为喜欢 biology 生物学而想要读药剂系的话，那么你可能要再考虑一下。医生和药剂师最大的差别就是Apa khabar？ 我是Lisa，一名药剂师。这个频道除了分享关于疾病、药物、保健品，本人还很致力于分享升学药剂系以及药剂师的工作，因为我想要帮助你，尤其如果你现在很迷茫，不懂要不要升学读药剂系，我想要帮助你去了解药剂系和毕业之后的工作，才去做这个决定，到底要不要升学读药剂系。我不想你像我这样不明不白的就去踩这个坑，要就明明白白的去踏入这个坑。看完这支影片，你就会明白药剂系到底是在读什么东西，你会有一个概念。那你会明白读药剂系需要有什么条件。之前我也分享过什么人适合读药剂系，什么人不适合读药剂系。还没有看过这两支影片的，可以先去看看。先声明一下，这一集的内容和一些可能用词会有比较硬，可是绝对对于让你了解药剂系有帮助。如果你是因为喜欢 biology 生物学而想要读药剂系的话，那么你可能要再考虑一下。事实上，药剂系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关于 chemistry 的，关于化学的，包括了 pharmaceutical、organic chemistry， 还有 medicinal chemistry 等等，这些都是关于分子结构啊、性质之类的课程。基本上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 molecule 做出什么改变，它是不是可以更容易的被我们身体吸收啊，更容易的粘去那个 receptor 或者接收器啊。这些课程呢，就是要让学生对于发掘新的药物啊、研究新的药物有所认识。如果你问我的话啦，因为我不在相关的行业工作，我已经差不多都还给我的 lecturer 了啦。还有一科是 formulation science， 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东西啊，我们要加什么东西让这整个东西可以稳定啊，这些就是 formulation science。至于 biology 的部分呢， pharmacology 它并不是完全很 biology 的东西，但是 pharmacology 是整个药剂系的精髓。有一个说法就是医生只学了一期的 pharmacology， 一个学期的 pharmacology， 但是药剂系学生学了8个学期。pharmacology 我简单的来说，就是当这个药物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它会对我们的身体做出什么东西，又或者是当一个药物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身体对这个药物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早上8点打进了这个药，那么到了下午3点，还有多少的药残留在我的体内？几点再打这个药是最合适的？怎样可以让这个药物在体内是一直维持着一定的水平，让它可以发挥它的效果？这个就是 pharmacology 的其中一个部分。除此之外，药剂学生也是需要学那些 organ 啊、system 啊，比如说 reproductive system 啊、生殖器官、respiratory system 呼吸系统。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些system， 我们才可以更了解药物在体内哪一个方面做了结合，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还在吗？如果在的话呢，请在底下留言一个在，因为我很担心我表达的不是很容易理解。有人问我读药剂系是不是要记忆力很好，要有一个超强的大脑，因为要记得很多药名，要记得那些药的副作用。其实对我来说，药名不是最难的，不用担心。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啊、实习的过程中呢，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对这些药名越来越熟悉。也有人问我，药剂系是不是很难读？我认为只要你可以把我刚才说的这些课程 pharmacology 啊、那些 chemistry 的东西啊，再加一些 biology 的东西，这些课程你可以融会贯通的话，你一定是可以毕业的。刚才我提的这些东西是比较理论的东西啦，比较 theoretical 的东西。接下来会谈谈 practical， 就是实际上的东西。我本身因为我不是医学生，我并不了解医学生的科系，但是根据我的工作经验，医生和药剂师最大的差别就是医生负责诊断跟给一个治疗方案，那药剂师则是确保这个治疗方案里面的药物的部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比如说这个抗生素 antibiotic 用的适不适合，药物的剂量对不对，这个药物有没有重叠。我再来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一个人他受了感染入院，医生给了这个 antibiotic A， 然后拿了那个 sample 去化验，就我们需要化验看一下到底是受到了什么细菌的感染。let's say 这个报告已经回来了，这个报告显示出他受感染的这个细菌呢是有抗药性的，就是这个 antibiotic A 抗生素 A 已经不适合再用在这个病人身上，那么药剂师可能就要给出建议啊，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抗生素是比较适合的，或者有时候这个病人他的肾脏功能突然间下降不好了，这样子呢，我们就要提醒医生这个药物的剂量需要减少，或者有的时候药物 A 跟药物 B 它们的效果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说它们的作用是重叠的，代表这个病人他无缘无故的就多吃了一种药，是你会觉得开心吗？没有人喜欢吃药的，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药剂师就需要跟医生讨论可不可以减少其中一个药。所以呢，药剂系呢，至少我以前的药剂系呢，我们也需要去学习怎样和医生沟通，然后我们可以去哪里找正确的资料，因为我不可能这样子说的嘛，医生啊，你这个东西错了，换一下嘞，不可能的嘛，我们需要让医生了解这个情况，有更好的方案，原因是什么，证据在哪里，不是我们自己乱讲的。当然现实生活中呢，可能即便是药剂师提出的方案，医生也不一定采纳，这个是很正常的，这点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另外，医生也是会跟病人解释他的治疗方案，但是怎么吃药、怎么用药，只是药剂师的责任。比如说糖尿病的人怎样打胰岛素啊，哮喘的病患怎样用 inhaler 啊，这些都是药剂师负责的。所以这个药剂系方面呢，他也会让学生去学怎样给病患做 counseling， 让病患怎么知道用这个药。当然 before 你让病患知道怎样用药，我们自己一定要会先的嘛，所以我们要倒背如流哦。以前在大学我是学英文的，但是出来社会过后没有什么用到英文，当然这个也是要看你在哪里工作啦，可能你需要学会用马来文做 counseling 啊，广东话啊，福建话啊，都是要会的。让一个病人明白如何正确用药，是我个人认为是身为一名药剂师最有成就感的部分。不管是你要计算病人的肾脏功能，你要计算药物的剂量，还是你要计算药物在体内残留多久，这些全部是要用到数学的。出去工作之后，尤其你在医院工作的话，随时都要带一个 calculator 在身边。看到这里，相信你也明白了 SPM 的毕业生如果要升学读药剂系的话，即便是 foundation 啊，都需要在biology、chemistry、mathematics 拿到不错的成绩 B 这样子。可能各个大学有不一样的要求，英文方面也需要掌握的不错，因为大学课程很多都是英文的，如果英文不太好，有点吃力。我不知道我这样子的分享是变成鼓励你去读药剂系呢，还是把你吓走。看到这支影片，你会不会想要读药剂系？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感谢看到这里的你，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帮助，请给这个影片一个赞，并分享给有需要的人。我是Lisa，一名药剂师，我们下次见，拜。